我是阿狸。可能是因为临近618又面临大学生选电脑，所以有观众私信我，为啥5060出来那么久都不去测？是不是看不起这门卡呀？我还并不是看不起，相反，因为60档，尤其是价格6到7千元的60笔记本是多数玩家的选择。我一直在等一款价格、颜值、温度、噪音、续航、做工都不错的60本给大家做测试，如今等到了。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角在保持轻薄全能的同时，实现了性能、续航双提升，实际到手价格控制在了主流的7000档。没错，它就是华硕天选 Air 2025。薄 1.69厘米，重 1.46千克，搭载锐龙 AI7 H350 CPU，110瓦5060 GPU，14英寸 2.5K 165刷新400尼特币，最大开合角度支持180度。以下是天选 Air 2025详细配置。理论方面，实测这颗单 CC-X 8核 U，223 多核接近18000，单核2000，差不多是比上代 8845H 略强的水准。但单 CC-X 的设计确实有利于控制核间延迟。GPU 方面，相较于同功耗的4060有15%左右的提升，光追性能也提升了24%，接近上代140瓦4070游戏本。释放方面，实测天选 Air 2025整机功耗如下：手动模式有130瓦，默认噪音压到了50分贝。视频续航方面，在满亮度看番测试中达到了恐怖的18G。5060作为4060的正统继任者，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去测试其 2K 游戏表现及生产力，也请各位相信我们不会为了好结果特挑游戏和应用，会把真实的表现展示给大家，希望能对因预算止步5060档，或者说对全能本有一定性能需求的玩家带来一点点的参考。这次我们测试了近20款游戏，并且是没有开启 DLSS 的原生 2K 表现，多数游戏和理论一样，提升幅度约在15%左右。但对显存带宽敏感的游戏则完全不同，提升幅度均在20%以上，多的甚至有30%。也因 AI7 350比8845H 单核更强，所以 CS2、战地2042这类竞技游戏也有接近20%的提升。而法环、33号远征队、COD21这3款纯光栅相较于上代进步就不是很明显了。当然，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了部分游戏 2K 显存不够用的情况，但症状各有不同。像战神5显存爆了就爆了，对帧数的影响不大。比较棘手的是报错或者帧数异常。面对这个问题，可以适当的降低材质和阴影特效，配合多帧生成或者 Smooth Motion 达到漂亮的帧数。当然，也可以关注我的配置优化系列节目，我会根据各档位显卡给出适合的游戏设置。而生产力方面，五零系新增了硬解422 10比特单元，40系在打分器中无法直接导出422色彩卫生的素材，传统444相较于上代提升了10%左右，隔壁 PR 比较明显，提升了30%。办公性能也有一定的进步。V-Ray 的 CPU、GPU 渲染分别有16%、30%的提升，但 Blender 吧，5060如果 Cycles 渲染选CUDA会比4060满1倍。这是因为目前 Blender 的 Cycles 引擎优化仍以40系为主，50系显卡最好选择 Optics 渲染。Optics 可以正常调用 Blackwell 的 Articore， 发挥出显卡应有的渲染性能。而本次进步最多的生产力当属于是 A1， 在30个动效表格的合成导出中，足足提升了2倍有余。因为 A1 非常吃内存，天选 Air 2025内存是32G， 而16G 内存的2024很吃亏。如果你对移动性有很高的要求，那么重量就非常重要了。经常出差，非常建议搭配 PD 快充，能极大的减轻负重。我呢也测试了天选 Air PD 快充的性能损失情况。这次华硕这边给天选 PD 设定了3档模式，并支持手动调节分配功耗。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天选 Air 的总释放就100瓦出头，但 PD 和原装适配器最大的区别是峰值功耗。也有小可爱问我 ，PD 充电会不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但事实上，我们通过监测只会有充放电2个状态。PD 机制是只有在极限情况下，功耗不足以支撑整机功耗时，从电池取电；轻负荷时，利用空余的 PD 功耗来给电池补充电量，不是一边充一边放这种烧电池行为。性能方面，实测如果是 Dota、CS 这种轻负载游戏 ，PD 几乎和原装适配器没有太大的区别，帧数几乎是误差。但一些重负荷3A 类似于烤鸡环境的生产力就有一些差距了。实测100瓦 PD 下，达芬奇导出下降了18%，PR 下降20%，AE 下降了16%。你可以理解为用 PD 干重活会损失10%到20%的性能，但换来的是少接近500克的重量。综合下来，如果是经常出差，我还是非常建议用 PD。如果在极端环境下用充电宝供电干活，可以手动模式优先保证 GPU 的功耗。实测5060即使给60瓦，都相当于一个90瓦的4060。今年笔记本圈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哈，很多以前主打性价比的品牌或者系列在尝试冲高，反倒是大家印象中高贵的阿苏斯在那儿卷性价比，真看得我是满头问号。从我这段时间的体验看下来，如果再没有品牌来和天选 Air 卷14寸全能本这个品类，可能真的要统治校园了。总的来说，天选 Air 2025的优势在于出色的续航、较长的键程、240采样率的触控板、不受限制的开合、1.46千克14寸机身，却实现了手动130瓦的释放，且接口极为丰富，还支持 DP2.1 协议。如果你轻挥升级硬盘时忘记关机，光感断电功能会在打开后盖自动断电，非常的贴心。而需要加强的，我认为有2点。很多观众认为这一代没有上 AI9 是一个遗憾，但我认为这一点有好有坏吧。单 CC 叉设计会减小核间延迟和3环延迟，更小的 CPU 规格可以提供更长的续航。我认为 AI9 和 AI7 真正的问题在于 PCIe 通道过少，导致天选 Air 的第2个硬盘位是 PCIe 4.0×2。至于笔电本身，在于天选 Air 2025为了和自家幻10 4拉开定位，屏幕分辨率、色域和对比度方面做出了简化，并且不支持 HDR。但综合它的长板，只能说瑕不掩瑜。目前在14寸全能本中，属于是几乎没有竞品的存在。如果618期间能够再度叠加优惠，我会非常推荐屏幕前的学生党、常年出差又爱玩游戏的职场人选择它。那么问题来了，你们认为全能形态的5060本卖多少钱能够接受呢？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哦！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再见。